陛下，臣妾此刻衣衫不整，陛下恕罪。男人明知妻子被别人霸占，可却为坐稳江山，竟不惜将爱人双手奉上。原来多年前男女主本就是相爱的一对，可女主却未当上皇后，姐姐前脚刚死，她就迫不及待嫁给姐夫。只因姐夫是太子，所以不惜一切跟心上人决裂，甚至让他不要挡了自己的路。男人顿时如五雷轰。我定要让你为今日决定后悔！果然在女人大婚当日，男人不但大闹结婚现场，还直接闯入太子的婚房。魏宇文应人的皮夹衣，今晚是不是还要和他入洞房？放开我阿元！原来女人之所以嫁给太子，本以为只是为完成姐姐的遗愿，帮她照顾年幼的皇子，却不料成了他们算计宇文渊的妻子。他在整个南川王局，就是你稳固江山最坚硬的盾。所以当宇文渊看到心上人穿上红色嫁衣，即将嫁给别的男人时，他妒忌到发疯。叶安生这衣服真好看，可是一想到这是你为旁人穿，我就想撕碎它。气的女人一把推开男人，可男人却不慌不忙，自信满满，认为太子一直喜欢的是他姐姐，根本不会碰她。于是，在离开前，扬言他迟早是自己的。新婚快乐，我得小心。女人本以为就此二人不会再见，而5年之后，因为皇帝的体弱多病，导致江湖各族虎视眈眈，鲁国公联合各族发动政变。为了稳定宇文英人的江山，苏颜派人给宇文渊送出了一封信件，可没等救援兵抵达皇宫，一群叛兵就已经涌入宫内厮杀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宇文渊的手下及时赶到，很快就将一众乱臣贼子送去了阎王殿。而宇文渊为了报复苏颜，于是故意在他面前和别的女人暧昧。为了更加刺激对方，宇文渊还以皇帝和侄子的命为威胁，要求苏颜跪着将糕点送到自己面前。既是福贵，想来王爷的意思该是让姐姐跪下，以息为足，挪过来吧。为了顾全大局，苏颜只能按照要求跪下，然后一步步移向宇文渊。王爷既已品尝完，若是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就在皇后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，鲁公女儿还不忘戏谑对方一把。听说苏颜此前是宇文应人的小姨子，这两姐妹惯会盘算。姐姐死了，还不忘让妹妹嫁给姐夫，妄图将天下之主握在手中。只是没想到，万人之上终究变成人人可欺。能让宇文应人同意妹妹续弦，恐怕这姐姐苏婉更是有过人之处。此时苏颜终于忍无可忍，立即摔下点心一巴掌拍了过去。你不过区区一个鲁国公用来趋炎附势的工具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宫面前放肆？苏颜不光狠狠进行了反击，还将宇文渊一并骂了一顿，随后便扬长而去。没多久，皇帝听闻了此事，便起身打算去看看皇后。而这时宇文渊私自闯入了苏颜寝宫，任凭他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皇后娘娘凤仪万千，当真是唬人的小妖精。然后皇帝来到门外，听到屋内的动静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出于担心苏颜的安危，他想要破门而入。苏颜立即强装镇定，阻止皇帝的进入。如果让宇文英人看到这一切，那么必定会引燃另一起矛盾。为了息事宁人，苏颜只能委屈自己，任由宇文渊为所欲为。身为叔嫂关系的两人，就在一张书桌上大展拳脚，直到皇帝离开，苏颜才推开男人。可此时宇文渊并不打算立马离开，他要身为一国之母的皇后为他宽衣解带，而后又一把抓住女人的脖颈。怎么，本王亲戚让你如此厌烦吗？扫兴！直到此刻，苏颜才从痛苦中解放出来。然而就在次日，苏颜带着侄子前往府内，宇文渊早已等候在此，还在把玩着前皇后的茶杯。皇子看到之后便想冲过去阻止，无奈被苏颜挡住。而这一举动吸引了宇文渊的注意，他站起身来向苏颜走去。在这个孩子面前，你还想保留几分体面？可惜，本王今儿哪儿都不去，就歇在此处。为了让宇文渊开心，苏颜也只能对所有事情有求必应。她为男人褪去衣裳，然后专心为他沐浴。可等到更衣之时，一个放于枕头下的福袋引起了宇文渊的醋意。他以为是皇帝送给苏颜的礼物，还日日夜夜枕于身下。而苏颜解释，这只是姐姐送的平安符罢了，如果男人喜欢，也可以送给他作为礼物。虽然嘴上说着不屑，但宇文渊却把此物当作宝贝一样放在身边。其实他对苏颜的感情从未因为任何事而消减过。然而下一秒，在皇后端酒的间隙，宇文渊故意将酒水洒在自己怀里，惹得苏颜一个劲儿地说着抱歉。没想到苏颜再次中了男人的计谋，皇后娇小的身体根本不是男人的对手，一个转身的功夫，女人就被宇文渊抱在了怀中。有现在有那个小杂种林果在旁边看着你，连更喜欢你一步。无奈，为了让男人满意，苏颜只能再次委屈跪体满足男人的要求。然而就在次日，因为昨晚收获的香吻，宇文渊第一次因为一个女人思绪良久。就在此时，一把小刀突然刺向了他的脖颈，只用轻轻一招，男人便将对方成功制服。原来行刺的人是皇帝的小儿子。有意思，跟你父皇相比，你倒是血性了许多。因为宇文渊最近喜爱针对皇后，为了给继母打抱不平，小皇子特地前来对峙，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一幕正好被苏颜看到，他立马带小皇子向宇文渊道歉。还好因为自己的妙语连珠，才将这场矛盾成功化干，各为玉帛。为了得到苏颜的真心，皇帝在背后挑衅他与宇文渊的关系，他假借前皇后的诞辰，和属下演了一场戏。先皇后所中之毒，臣已经查到源头了，
继续说，是南境。南境，南境是南川王管辖之地。这件事会不会跟……而他们对话刚好被苏颜听见，信以为真的苏颜以为自己的姐姐真的是被宇文渊所害，于是他气势汹汹前往宇文渊的府邸，紧接着便派人寻找小皇子。此前小皇子一直和宇文渊在一起，如若他现在失踪，那便让宇文渊坐实了杀亲篡位的身份。而一脸无辜的宇文渊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安慰苏颜不要担心，可下一秒就被对方推开。皇宫被你的南川军重重打手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又有谁能从你的眼皮子底下带走程儿？宇文渊不敢相信，曾经对彼此知心知底的爱人，竟怀疑自己绑架了小皇子。然而此时，小皇子正躺在宇文英人的床榻上休息。皇帝将儿子从宇文渊府中悄悄掳走，为的就是给宇文渊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，从而剥离他和苏颜的关系。而宇文渊察觉到了此事的蹊跷，他拦截了一辆半夜出行的可疑马车。不出所料，小皇子就在马车里，看这样子肯定是被人迷晕了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藏在暗处的黑衣人袭击了马车，还好宇文渊武功高强，很快就带皇子离开了此地。他带着身上的剑伤，只能在竹林里暂住一宿。看到叔叔如此保护自己的安危，小皇子终于知道，原来盛气凌人的小叔子从未有过伤害他人的心思。而次日的皇宫里，因为担心侄子的安危，苏颜向皇帝坦白了皇子的不知下落。而计谋得逞的皇帝没有因此责怪苏颜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很感激你，燕儿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顺便借着这个机会，还将苏颜拥入怀里。此时带着皇子归来的宇文渊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气得宇文渊再也不想看见女人。这时苏颜从儿子口中得知，宇文渊为了救他身受重伤，于是苏颜着急的前来探望，而宇文渊却始终闭门不见。就在苏颜准备转头离开时，宇文渊还是忍不住开了门，随后他便将苏颜一把拉住。显然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你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接着苏颜细心的帮他包扎伤口，看到心爱之人如此关心自己，这让宇文渊表现得十分得意。伤还没好，逞什么英雄？不应该是早点盼着我死？苏颜，你疯了吗？止血呢，王爷忍着点。皇上得知妻子跟初恋死灰复燃，而他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就在鲁国公之女前来参见时，他竟不惜一刀将其残忍杀害，然后他又将罪名嫁祸给宇文渊，导致鲁国公亲自出兵讨伐。这是天子，他染指朕的女人，他觊觎朕的皇位，他是朕的弟弟，他如今却嫌天子以令诸侯。就在宇文渊与鲁国公大战时，皇帝却紧闭城门，迟迟不肯增援。但武功高强的宇文渊仍然支撑到了最后。为了消耗他仅有的意志，皇帝再次使用毒招，将苏颜五花大绑运出城外。眼看最爱的女人被如此对待，宇文渊立马心软了下来。他扔下宝剑向苏颜走去。直到此刻，苏颜才将自己对宇文渊的真心尽数告知。其实这5年来，我一直有派眼线去南京调查你的消息。你的每一次浴血奋战，我心里都极害怕，又欣慰。我有多爱慕你，大抵是宇文渊，下辈子就算你不愿意，我也要强嫁给你。听到苏颜对自己的告白，宇文渊终于知道，原来这些年付出的爱意都没有白白浪费。看着两人含情脉脉的模样，恼羞成怒的皇帝立马吩咐属下发射箭矢。这对生于乱世的苦命鸳鸯，在逃不过的劫难面前，选择了坦然面对。燕儿，你怕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害怕。宇文渊蒙住了苏颜的双眼，用最后一吻来向爱人告别。紧接着，随着箭矢离弦，宇文渊立马被万箭穿心。随后他口吐鲜血，最后看了一眼爱人，然后直直倒在了雪地中，再也没有了生命。这位南疆国独一无二的纯情将军，从此消失在了苏颜的世界里。无可奈何的苏颜只能为爱人放声大哭。回到皇宫几天之后，苏颜发誓要将这一切彻底结束。他利用皇帝对他的感情，提出要与对方喝一杯交杯酒。苏颜承诺，只要喝完这杯酒，他就会一心一意对待皇帝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燕儿，你这是终于接纳朕了。信以为真的皇帝以为苏颜真的放下了过去，于是没有考虑，便立马喝下了这杯绝命酒。待两人喝完之后，苏颜开始口吐鲜血，他大笑着面对皇帝。你当时也很痛吧？然后皇帝体内也有了反应，随着毒性发作，皇帝也开始喷吐鲜血。这2杯交杯酒就是苏颜为自己和皇帝准备的断命酒。苏颜倒在了地上，这满是算计和阴谋的一辈子，终将是归于了黄土。一旁的皇帝也毒倒在了地上。此时此刻，苏颜终于为爱人报了仇。